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这条是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，近期通胀数据有所回落，但央行需要更多证据才会降息。通胀率已连续2个月下降，但仍需时间和证据表明通胀将稳定回落至美联储 2% 的目标。让我们关注，美股因谨慎评估关键就业数据而表现不一，投资者关注特朗普获胜对市场的影响，导致政治风险加剧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，通胀有所缓和，但仍需更多证据才能降息。接下来，5月新增工作岗位意外增加。此前的就业数据显示，美国开放工作岗位降至3年低点，投资者一直期待劳动力市场进一步降温迹象。让我们关注，特斯拉股价周二早盘上涨约 5%。此前，这家电动汽车巨头公布季度汽车交付量超出华尔街预期。根据彭博社数据，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在第2季度交付了443956辆汽车，而分析师的共识估计为439302辆。接下来，油价周二接近2个月高点，受本季首场5级飓风可能扰乱市场的威胁，以及中东紧张局势持续不断的影响，让我们关注英伟达的惊人成功吸引了竞争对手，这可能阻碍其最终达到10万亿美元的市值。高盛的投资组合经理预测，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芯片领域将出现激烈的竞争，这可能对英伟达构成挑战。接下来，尽管拜登在辩论中的失利，但投资者仍然保持冷静，因为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的想法开始发酵。市场认为特朗普将再次当选，股市基本保持稳定。然而，一些分析师认为，股票市场的情况与2016年不同，投资者可能需要调整预期。下一条 ，Robinhood 计划在美国和欧洲推出加密货币期货，利用收购 Bitstamp 的许可，计划在美国推出以比特币和以太坊为基础的 CME 期货，但公司表示近期没有推出这些产品的计划。接下来，拜登要求诺和诺德和礼来降低其畅销减肥和糖尿病药物的价格，导致2家公司股价下跌。政府计划赋予联邦医疗保险谈判药物价格的权利。分析师预测注射类药物的销售额激增，特别是对于肥胖症的治疗。让我们关注2024年上半年，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表现强劲，分别上涨 14.5% 和 18%。历史数据显示，7月股市表现通常较好，而上半年涨幅较大的年份，下半年往往继续上涨。但需要注意，历史规律并非保证，重大事件仍可能影响市场走势。接下来 ，Figma 宣布禁用 Make Design AI 功能，该功能被指控抄袭苹果天气应用的设计。首席执行官迪伦·菲尔德否认该指控，但承认质量保证工作被忽视。该功能使用大型语言模型，但可变性低，导致其复制其他应用。下面这条，谷歌承诺2030年实现净零排放，但2023年排放量增长了 13%， 自2019年以来增长了 48%。人工智能对数据中心的需求导致排放增长，但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至关重要。最后这条是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，最新经济数据表明通胀正在回落，但官员们需要更多证据才能降息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